哎，不对，魏前辈，你再靠过去一点，亲密一点，你就把韩光俊当成一面墙，你累了就尽全力靠上去。蓝景怡平时觉得魏无羡特聪明，怎么失忆了就变笨了呢？他都教了大半个时辰了，站姿都没学会。韩光俊，您把手放到魏前辈腰上好不好？别留那么大空隙，近一点好不好？蓝忘机眉毛都快拧在一块了。蓝景怡难得看见蓝忘机有表情，立刻闭嘴。韩光君他教不动，只能继续管教魏无羡了。太难了，魏无羡觉得自己真的太难了。他和蓝忘机根本就不熟，还要装什么道侣？就算他愿意，蓝忘机也做不到啊。再说了，蓝景怡这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还是人吗？狗皮膏药都没这么粘的。蓝景怡心里也喊太难了，他太难了。魏无羡难教，韩光君他不敢教。虽然蓝忘机现在心智只有15岁，但那冰山一样的气质，威严丝毫不减啊。看着实在不行，他干脆拉着蓝思追过来亲自示范。魏前辈，你不对，要整个人挂上去，看我，哎，你走点先。思追，你把手放我腰上啊，你也走点先。魏无羡看着贴在一起的蓝景怡和蓝思追，又看看一边的蓝忘机，贴着一张关羽般的脸，感觉原本就白皙的脸更惨白了。他觉得人生都绝望了，不干了不干了。说罢往地上一坐，罢工了。景怡，你是不是借机报复我？要不换过来，你教你们韩光俊靠着我得了。别胡闹。我怎么就胡闹了？蓝湛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基本上只有魏无羡在动这动那的，蓝忘机除了要扶他一下，其他却也和平时没甚区别。所以除了有时魏无羡贴的实在太近，他有些僵硬之外，整体过程还算配合。这么想着，魏无羡更不乐意了，道：哪有这样的？你们家小辈竟欺负我！魏前辈，天地良心，你平时就是这样的，不信你问思追。魏无羡心道：呵呵，景怡你这死小孩说的话，我一句也不会信的。蓝思追只能赶紧圆场：魏前辈这句身体灵力低微，平时容易累，韩光君体谅你罢了。蓝思追是往好听了说，言下之意不还是认同蓝景怡的说法吗？蓝忘机却对他道：你前几天不就是这样吗？他说的是之前他喝醉那次，确实也是无赖的可以，说的魏无羡无言以对。我不管，我就这样了，爱咋咋地。蓝思追笑道：其实也差不多了，旁人也看不出什么，只是若遇上江宗主和金陵，注意些便是。对后还可以见到江城，不知道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，我一定要好好对对他。哈哈哈哈！莲花坞一直都是魏无羡心里最温暖的地方，哪怕是生前逃到了乱葬岗，只要想着云梦的莲子、莲花坞的藕，还有无论何时回去都会在岸边等他的师姐，只要他们好好的，他便觉得不管什么他都能够承受。闭上眼睛，仿佛还可以看到师姐，不管他怎地闹，师姐总是会先拨开他贴在额前的发，笑着给他擦汗，再端出莲藕排骨汤，问他羡几岁了。可他一觉醒来，他们告诉他师姐不在了，好似连着心底那块最美好的地方都一起消失不见了。纵使他有很多次都想跑回莲花坞看看的冲动，却没有行动，他甚至连看看没有师姐的云梦的勇气都没有。所以他便想着看看金陵也好，不然他才不要在这受罪。什么清谈会，他前世就不喜欢参加，没事在家睡觉都好过去听那些仙门老头子聊八卦。时日很快便过去，魏无羡和蓝忘机一起御剑前往兰陵。据蓝思追所说，因为魏无羡灵力低，御剑也飞不了多远，通常都是蓝忘机御剑带着他的。魏无羡也乐于接受，反正又不是没给蓝忘机带过，在他的记忆里也就不久前蓝忘机还带过他御剑的，回想起来感觉还挺好的。就像现在这样，蓝忘机站在他身前，因为站得很近，都能闻到他身上清冷的檀香味。魏无羡突然就想，下次叫蓝忘机带着他去云梦吧。他觉得如果是和蓝忘机一起，倒是可以回云梦看看，正好以前约他去云梦失败了，下次就好好带他玩玩。两人一路到了兰陵，立刻就转上金陵台。金陵台的楼梯还没爬几阶呢，就听到一阵犬吠，一只大型犬从上边直冲冲的向他跑来，吓得他赶紧躲到蓝忘机身后，抓着他身后的衣服哆嗦道：哎呀，蓝湛，救命！蓝忘机还不知道他说什么呢，他就把蓝忘机抓得更紧了。狗啊呀，快赶走！还不待蓝忘机有动作，一个少年的声音自上方传来：魏无羡，你怎么还是这么没长进？抬眼望去，少年一袭金色衣袍，胸口金星雪浪，眉间一点朱砂，
正是兰陵金氏现任宗主金陵。看少年眉眼间依稀有着金子轩的影子，再想到蓝景怡的形容，整个金氏最臭屁的年轻人。魏无羡一猜就猜到是谁。金陵将仙子弄走，又道：“都说了，仙子从不咬人的，也不知道你怕甚。”呵，仙子一听这名字就得江成真传。金陵对蓝忘机行一礼：“寒光君。”金宗主。蓝忘机也回礼。魏无羡就一直看着金陵。少年虽然眉眼都似金子轩，凌厉的气质却又似江澄，但他仿佛就能从他的身上看得到师姐的影子。金陵，他忍不住就开口唤他。金陵心下奇怪，魏无羡今天怎么怪怪的，看着自己的眼神怎么充满慈爱。然后金陵道：“魏无羡，你怎么换发型了？”自被莫玄羽献射后，魏无羡都是随意扎着马尾的，偶尔有蓝忘机帮他束发，也就是特别整齐的马尾而已。几年都不带变的，今日倒稀奇了，改披发了。魏无羡两侧发丝随意往后用红色发带一扎，是他当夷陵老祖时的发型。他故意对金陵眨眨眼，道：“这样是不是更好看了？”惹得金陵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给了他一个白眼。魏无羡甚至有上去抱一抱他的冲动，还没行动，背后响起一声冷笑：“哦，这倒是稀奇了，今日什么风能把夷陵老祖吹来？”身后的人紫色衣袍翻飞，不是江澄是谁？舅舅，你还好意思叫我舅舅？现在我不来，请的一些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。然后看到魏无羡又梳起这样的发型，又冷冷地哼了一声。那边魏无羡看着他，心中感慨万千，根本没注意听他在说什么。他看到10几年后的江澄，气宇不凡，面上和江叔叔更为相似，蹙眉时又有于夫人的影子。他一时间好他妈感动，也没多想，就上去给了江澄一个拥抱。江澄，这可把江澄魂都吓飞了。魏无羡，你他妈发什么神经？想都没想，江澄就尽全力把他猛地一推。他们这是站在楼梯上，江澄在上，魏无羡在下，这一推坏了，眼见魏无羡就这么向后倒去。魏无羡！叫唤的是金陵。蓝忘机没想到会这样，伸出手想拉他，却没来得及拉住。江澄也愣住了，但那可是魏无羡啊！只见他灵活的空中一个后空翻转身，稳稳地落在下边的楼梯上。江澄，你他妈谋杀呀！这招他很久没有使过了，年少时喜欢作恶，多次用这招逃跑，很是有用。江澄和蓝忘机都是见过的。魏无羡，你没事吧？倒是金陵马上跑下去看他。江澄看他没事，心下舒出一口气，满眼怒意地瞪了蓝忘机一眼，径自转身走了。蓝忘机不明所以，但闹这么一下，四周都注意过来。什么？夷陵老祖来了？刚才是不是打起来了？这蓝江金修罗场啊！一时间就流言四起。魏无羡心下无奈一笑，反正关于夷陵老祖，他们总是有话要说。清谈会果真就是老头子的八卦时间，魏无羡毫无兴趣。不过这不是在蓝家，自是不用做的太规矩，他便斜斜一坐，一手撑着头，一手百无聊赖地敲着桌子，和坐在旁边的蓝忘机形成鲜明对比。或许又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什么寒光君、夷陵老祖的，他也懒得细细去听，但他却注意到对面的江澄正死死地盯着他们这边。魏无羡不知他是何意，便向他摆摆手，算作打招呼。江澄看了，似乎哼了一声，又别过头。魏无羡心里正笑呢，10几年过去了，江澄还是那个别扭劲儿。却听到对面席中有一人点到他的大名：夷陵老祖会来清谈会，确实稀奇，不知夷陵老祖这次来是代表着谁家呢？一个不知道哪来的18线人物也敢点他的名，语气还十分轻蔑。魏无羡还是那个姿势，动都不带动一下，只是眼中收起了笑意，就那么看着他。蓝忘机心里也是奇怪，众所周知魏无羡是他的道侣，怎还会有人言出挑衅之语？也就迟疑了一下，才道：自是我姑苏蓝相识。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。江澄是见蓝忘机没有出声，才开口维护魏无羡的，没想到时机就这么巧。噗！魏无羡差点笑出声来，刚刚的不悦一扫而空，脸上笑眯眯的。那个都行都行，云梦我娘家吗？姑苏我夫家。不过这次我是金宗主的拜帖请来的，我该是代表我自己。他虽是个疑问句，却没人敢答他。现在仙门中看不惯他的人还是有不少，那人也许是其中之一。想着他是跟着蓝忘机来的，毕竟断袖又是上不了台面的事，想出言羞辱他一番，
却没想到他是正儿八经精灵特意请来的。这下精灵倒是十分的不悦了。十二伯，按辈分算，魏无羡也算是我舅舅，和你奶一辈的长辈，我是请不得，还是你有何意见？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